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工。从这一次开始啊，我这个字幕，我想把它改成CC 字幕，也就是说，这部影片本身上面没有字幕，可是你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来播放的时候选择字幕，它就会有字幕。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当我的影片制作完成以后，它所有音乐字幕全部上去，然后结果后来我如果说想要再拿这个影片来用一下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挂了字幕，很不好处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有些影片我想多挂像英文或者是日文的字幕啊。当然，因为这个是能力的问题，还有朋友有没有人愿意帮忙的事情。可是有些片子它是值得再放一些不同的字幕。那你如果原来已经有字幕了，你再加一个字幕上去，叠在一起很难看。所以呢，我就最近呢看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想从这一集开始就改用这个 CC 字幕。今天呢，我们想谈一下这个金门的鸬鹚。金门的鸬鹚因为我到金门住的那2年我本来就计划要拍这个有关金门鸬鹚的影片，所以我以前也上传过这个影片。不过呢，我觉得有时候用口语的叙述看的人听起来比较轻松一点，所以我就把其中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拿来说一说。首先就讲到因为金门的鸬鹚往年大概都是8000到1万只在慈湖旁边的那个木麻黄上面栖息，然后因为它数量很大，所以它觅食的时候必须要出海，要在海面上才有那么多鱼给它们抓。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就是要拍这个鸬鹚出海，但是鸬鹚出海每天时间不一样不是固定在什么时间所以你要去拍到非常的困难。那我就刚开始我就每天去看，然后记录它几点还在干嘛，什么时候才会出去这样。结果有一次，这个记录了1-2个礼拜很难抓到一些什么线索。结果我经常到那个北山海堤那边，有很多科民这些科民他们在退潮的时候就下到科田去采科。那我跟他们聊天他说我们采科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看到鸬鹚出海。他说最晚到下午2点，下午2点以后就没有再看过有鸬鹚出海。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鱼
那个科民下海去采科，一定是在退潮以后。就你刚退潮还不行啊，要退到一个程度，大概退了1-2个小时左右啊。有的人就是潮水还没退，我看他就整个人就走进去了啊。这有的这精神可嘉，但大部分就是要等潮水退到课田都露出来了啊，才下去啊。这个时候如此出海，为什么呢？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啊，它有一个象性，就是你水往这边流，往这边退，它会往这边撑着往上逆流啊，它会这样。所以当潮水往下退的时候，鱼浮在海面上的几率比较高。如此，这个时候出海抓鱼的几率啊，吃到鱼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我就大概晓得说，大概是退潮1到2个小时中间啊，如此可能出海。所以我就在南山林道那边等看看。然后果然就是他出海之前会有一些绕飞啊，然后会刮噪啊，绕飞啊，然后最后才一股出来，整个朝着北山海堤的方向啊，然后飞以后，一到海边，它马上下降，马上下降就沿着海面出去了。这是如此出海，但是如此出海的情况也让您看一下。现在我主要要讲的是，如果他不出海，什么情况下不出海？就是说，那个潮水在下午2点以前，没有很适合他出去的，就是潮水天天在变化嘛变化到一个，它一早还太早，它有时候晒太阳啊什么，然后这个下一次在退潮的时候又太晚了比方说是超过2点，因为2点以后他们就没有看过如此出海，所以碰到说他不出海的日子呢，他就会下到慈湖里面，因为到底还是慈湖，还有慈湖的外海那边是比较大的水域嘛有一次也是碰巧这个要看到这个几率，我在金门2年就看过一次，就是那个如此他没有出海。然后他就下到慈湖，好几千只哇，陆陆续续这样就下来，在水面哇，很壮观很高兴在那边一直拍。结果呢，有位老兄，不晓得是好心还是坏心骑摩托车，我是开车，我在车上拍嘛。他骑着摩托车到旁边，按喇叭，按2声喇叭，那些如此就被吓了，就起飞了所以，他如果不起飞的话，你也拍不到那个大群起飞但是他如果能够在里面待久一点搞不好在里面有觅食的行为所以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把它当作是他好心然后飞起来以后就往左边，就往慈湖的外海过去，就在沙滩上面
停了好几排这个停在那边休息一下，然后他又往乌沙头那个方向海边往那边又飞过去，我就追过去以后再拍到他在金门跟厦门之间的这个，因为在这里在慈湖这边，我们要看对面厦门很近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建筑物看得非常清楚，那个没有几公里的远所以它下到那个下面边上我也去拍了一阵子，所以这个就是说比较难得，慈湖的鸬鹚飞下来湖里面，然后又往外飞，这是一个难得的画面。另外一个有关鸬鹚也比较难得一点，就是说琼林水库。这个琼林水库我当年在金门的时候，它的水是很少的，水很少，鸟很多。结果那是什么情况是那个琼林水库它有漏水，所以水一直没有办法满起来，就是就少少了鸟就多了那2年我几乎常常就坐在那个慈湖的边上等鸬鹚一来，整群下来，都先休息到那个对面有一个桥那个地方那像那个水面上那个岸边，他们在那边休息。当时琼林水库的鸬鹚大概一群来大概200-300只，不少。在抓鱼的时候，潜下去，上来，然后又飞到前面去，再潜下去，这样滚动，就是有的人过去，有人在这里有人跑到前面去，下去以后，这些又跑到他的前面去，就这种滚动式，然后一个方向过去以后会转弯，然后再朝这边过来，就这样子在觅食。那个觅食的场面惊心动魄，可以讲因为很近大概10几米，顶多20米照10几20米的距离而已，所以可以拍到它那个很食鱼，而且那边的鱼也不少，而且不大，不是很大，也没有很小就是感觉蛮刚好的。它一口吞下去，它一次可以吃很多只所以在那边拍这个鸬鹚觅食，大群的鸬鹚觅食的特写镜头近景，然后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场面这个现在也没有了。隔1-2年再去那个琼林水库，它已经修好了，不漏了，那个水很多，鸟就很少，这些景象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是讲这个故事让您看一看也体会一下当时这个鸟况所以金门的鸬鹚后来慈湖那边的鸬鹚后来有一年突然不见了，全部走掉了，不见了我在想应该是人为的因素，因为它有时候会下到渔温去吃鱼所以
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就那一年就消失了啊。那第2年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可是呢，在慈湖那边的量就少了，就分出去了，分出到其他的水库，阳明水库啊，什么什么，啊，就是它栖息在原来很大的量，现在后来变少了。那现在呢，因为是隔了很久，目前还不晓得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跟这个七股的黑面琵鹭啊，早期啊也是很多在主栖地啊，曾文溪口主栖地那个这个啊，整个飞起来之后1000多只在那个溪口啊，那非常壮观呐、后来也是，有一些因素就散了以后就变成很多点，但是每一点，不是那么多，数量不是那么多。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金门的鸬鹚不出海的时候下到慈湖的情况，以及琼林水库当年水少鸟多的时候的情况啊，跟您分享，谢谢。